Hello， 大家好，我是房产天官 Wesley。所以我身后的这个 shopping mall， 相信新山人都一定会知道，它就是 South Key Mid Valley。所以这边来讲的话，之前就只有一个项目是可以走入到这个shopping mall 的，它就是 South Key Mosaic 啦，也是我们公司前2年的这个独家项目。我有2、3个顾客在那边做 Airbnb， 平均1个月都可以出租25天左右。所以 South Key 这一带啦，一直以来都是做 Airbnb 非常hot的一个地点来的。所以今天要看的这个项目，它叫 Nadi Residence， 它同样可以走入到这个 South Key Mid Valley， 大概是有到7分钟的这个路程就可以走到了。而且它这边是400多间起，还有小房款1房1厅、2房，还有这3房款啊，都是可以做这个 Airbnb 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去看一下这个项目 ，Let's go。OK， 这样子我们现在就马上实测走过去 Mid Valley 看要多久。OK， 跟着我走。大概走到3分钟左右就可以看到 Mid Valley 哦。OK， 这边的话是这个 Office 的路口啊 ，Office Tower 的路口 ，Shopping Mall 路口在前面。OK， 所以我们就到了这个 Mid Valley 的门口了，所以大概是在7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从 Nadi Residence 走入到 Mid Valley 了，喘都没有喘一下。所以接下来的话，回到我们的 South Key。OK， 接下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整个 South Key 的发展啊。其实我们买 South Key 这一带最重要的位啊，就是它整个发展。South Key 整片地是330个 acre， 然后还是一个 mixed development， 它也是目前新山最大片地有这个这样子的发展的。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South Key 这边发展，包括这个医疗、学校、店面，还有这个 shopping mall 啦。当然最著名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South Key Mid Valley 嘛。刚才我们就从这个项目这边走它下面的这个桥，走到这个 South Key Mid Valley 这边。所以接下来的话就是这边已经建好了什么东西？第一个就是建好第1期的这个店面，叫 Lake Front， 就是 Opera Hotel 这一边。然后第2期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South Key Mosaic， 也是 South Key 区目前唯一的公寓啦。South Key Mosaic 楼下的话，大家如果来过的话，就会发现到这边是非常多的这个银行的，大概是有整5、6间银行在这边，然后他们都是在前面一栋的啦。所以这一带的话也是比较多东西吃哦。如果讲你们是住可能在 South Key 这一带的话，要么就是你可以来这边吃，不然就是去 Mid Valley 里面或者是去到隔壁的这个 Pelangi、Sentosa 都 OK， 都很方便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在那边靠近这个Jalan Debrau的话，有我们建好了这个哥伦比亚医院，还有隔壁的话是这个 City University 学校。所以之后 South Key 来讲的话，它还会有什么东西？就是在我们这个第2期这边旁边之后会有一个 Office Tower， 然后中间的话会有这个 Central Park 中央公园。所以基本上 South Key 这一带，如果讲以投资的话，这边的租客都一定会有了，因为在 Office 做工了，或者是在 Mid Valley 楼上这些 Office 做工了，都是可能是你的租客。像刚才我讲的，就是这个 South Key Mosaic 嘛，它的 Airbnb 的这个出租率真的是很不错的，因为它就在这个 South Key Mid Valley 的隔壁，它是可以走入到的。像今天如果讲你要做投资 Airbnb， 我们的这个Nadi的话，一样也是可以走入到。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出租率也是还蛮不错的啦。所以接下来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这个模型。等下来到我们这个模型，所以 Nadi Residence 的话，它总共就只有1栋，然后395间单位不了，它是一个非常低密度的公寓啦。因为一般上现在在波迪的公寓都会比较高密度。这边是我们的 guardhouse 啦，然后我们楼下1楼到7楼的话是这个 car park。然后8楼的话是我们整个设施，可以来看一下它整个设施啦。虽然讲它只有1栋，然后它地比较小，但是它该有的设施都有了，像是泳池、无边际泳池、gym room 还有一些室内的设施，它都是有给你们的。然后我们从9楼开始到第30楼是我们的这个单位。OK， 现在来到我们这个它唯一的 showroom， 它做了2房2侧的 showroom 啦，这是 Type B 854 square feet 2房2侧，然后它是 foyer、balcony 还有 yard。3个都给完你，1个都不少。在我们 foyer 这个位置啦，玄关处你是可以做好一个写出的一个空间来的。OK， 所以来到这边的话，我们有右手边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厨房的 area。所以厨房来讲的话，你看它这样子的设计是可以做成这个封闭式厨房的。然后厨房的位置的话，你是可以像发展商做这样子的厨，这个发展商的话就没有送你这个厨房壁柱上下，所以你就可以自由的这个 design 这个厨的样子啦。然后后面的话也有这个 yard 咯。所以来到我们这个客厅的位置，客厅的话宽度是非常的宽的，你可以看到，它总共是有12尺的宽度。然后我们高度来讲的话，ceiling height大概是在10尺左右，所以整个ceiling height也是非常的高。公寓高ceiling height就是你空间感比较好，再就是你的这个采光也比较好，然后你不会这么压迫，也比较凉。然后来到我们这个 balcony 来讲的话，外面的话也是会做成这样子 aluminium glass。它会有这个 aluminium 再加这个玻璃，所以看起来会比较atas，比较高级的感觉，也比较漂亮啦。然后 balcony 其实也蛮宽的。
然后这个 sliding door 的话也是会比较重，比较隔音，因为我们这个拿地隔壁就是这个 EDR highway 嘛，所以发展商特别考量了这个东西，它做的比较厚的这个玻璃，比较隔音啦。所以这是我们主人房啦。主人房来讲的话，你就是一样可以放得下这个 queen size 或者是 king size 的床，然后我们整副落地窗也是比较大副的这个落地窗啦，所以你躺着床你都可以看着这个风景。然后再来就是房间有一个重点，它地上的这个地板啊，它不是普通的这种木地板，也不是 laminated flooring， 它是 vinyl PVC 的这个地板会比较防水，然后也比较耐刮花啊，是比较好料的这个地板啊。然后主人房的话自带一个厕所咯，瓷砖上到顶，然后厕所什么都送给你了，一模一样的玩。OK， 说这些小房间来讲的话，发展商这边它只做了一个单人床啦，但是它整个空间是一样可以放得下这个双人床的空间来的。然后它比较特别就是它在这个位置它是有这个窗口的。所以你这边做一个 study table 的话，你的这个阳光采光还是 OK 的。来，我们这 common area 厕所。for 2房2厕啦，如果我们以 South Kim Mosaic 来看的话，它的租金，如果你要做出租，它的租金大概是在2800到3000多左右 for 2房的这个单位，所以基本上可以 cover 你的 installment 了的。OK， 总结来讲 ，Nadi Residence 这边来讲的话，如果是打算买自己住，它的房款是比较大的，对比很多其他在波提区的项目啦，近期的项目。然后如果讲你是来回新加坡工作的话，我们旁边就是 EDR Highway， 去 CIQ 的话大概是在10到12分钟左右就可以进 CIQ， 然后进新加坡了。如果讲你要做投资来讲的话，我们就大概在 Mid Valley 工作的这些工作人员啊，或者是要做 Airbnb 的这些游客，因为我们是可以走入到这个 Mid Valley。如果讲之前你已经错过了这个 South Kim Mosaic 项目，像今天这个 Nadi Residence 一样可以走入到的，你就不要再错过了。所以我今天视频到这边，如果讲你喜欢看我这样子的这个房产的视频，可以 follow 我 YouTube channel，还有 like 我这支 video，谢谢。